女孩第一次不穿内衣出门，就被变态男给盯上。男人一把捂住女孩的嘴，将她强行拖到车上。其实今天是男人刚刚出狱日子，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，比利从关了自己5年的监狱中走出，而外面的世界早已物是人非。他的内心十分迷茫，无力地躺倒在铁栏外的长椅上，穿着一双显眼的红鞋，胡子拉碴的他不知今后自己该何去何从，只能回头询问狱警想要回去，被拒绝后，他只能坐上去往小镇的最后一班列车。然而他的霉运似乎还没有结束，长时间的旅途使他有些内急，可厕所不是坏了就是被拒绝。即便鬼鬼祟祟地躲到汽车后面，准备就地解决时，汽车也马上开走了。好不容易在舞蹈教室找到方便之地，却被身旁的男人偷窥。比利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情绪，当即跟男人大打出手。而路过的蕾拉好似看出了男人的窘迫，她便好心地借给比利一个硬币，可以让他打电话回家。然而当电话接通后，母亲却没有听出儿子的声音，只是自顾自地看着电视机。在监狱的这几年，比利每个月都会拜托朋友往家里写信，只为隐瞒自己坐牢的事实。甚至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他还谎称自己住在豪华酒店，有一个极其漂亮并且十分爱他的女友。然而比利母亲却要求让他将女友带回家看看，这一下让对方犯了难。而蕾拉将这一切全都听在耳中，不由得对这个倔强的男人有了些好奇，于是便在比利挂断电话，独自站在那里出神时，故意从他身边经过。就这样顺理成章，他被他俘获。比利将贝拉带到对方的车上，可由于男人不会驾驶手动挡的车，便命令女孩驾车前往自己的家。其实在这途中，蕾拉有成千上万个机会溜走，可每次她都会心甘情愿地挨骂，保持沉默，甚至会在对方紧张时安慰他。然而当比利下车方便时，蕾拉依旧没有选择驾车逃离，而是安静地等着对方回来。回来后的比利情绪不再暴躁，更是诚恳地给对方道歉，随后便坦白了自己的经历，请求蕾拉可以假扮自己的女友。或许是看出比利内心的伪装，女孩欣然答应了对方。为了不露馅，甚至给蕾拉起了一个假名字。在将一切细节敲定好之后，两人驱车来到了比利的家中。可刚走到家门口，他却退缩了，蹲坐在地上，不敢面对自己的父母。蕾拉看出了男人的纠结，想要安慰对方一番，却不料被比利直接拒绝，十分抗拒两人之间的肢体接触。可当比利打开门后，父亲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。就这样一家人坐在桌子旁，没有想象中的欢声笑语，只是相对无言，气氛十分尴尬。母亲让儿子带女友回家，怎料儿子直接绑个女人回来。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蕾拉竟主动配合起男人，并讲起两人相识的画面来缓解这尴尬的氛围，更是提议看看比利小时候的照片。然而当提到合照里面的小狗时，比利小时候痛苦的记忆涌上心头。原来是父亲在他小时候当着比利的面杀死了他最爱的宠物。心情沉重的比利想要一杯水来缓解一下内心的情绪，母亲却为他拿来巧克力甜甜圈，全然忘记小时候儿子吃这些东西差点丧命。更过分的是，在蕾拉不在的时候，莫名其妙地骂比利一顿，当对方回来时却又喜笑颜开。然而当众人在一起谈论以后的打算时，母亲却毫不在乎，好像比利不是自己的儿子一样，心思全部放在球赛上。可当母亲喜欢的球队输了时，就将所有的过错推到比利身上。Championship since 1966, and I missed that game because that's the day I had Billy. I wish I never had him. I didn't miss that game. 而这番话也让比利想起当初自己入狱的原因。在一次比赛中，他借了1万元的巨款买水牛队赢，只因母亲是这支队伍的忠实粉丝。可不知为何，在水牛队占上风时，被对方翻盘输了比赛，这也导致比利欠下巨额债款，只能替别人坐了5年的牢来偿还债务。在这期间，只有他的好兄弟大壮来看望他，而比利也在大壮的口中得知，当初水牛队会输是因为守门员杰森被对方球队所收买，这让比利十分愤怒，决心出狱之后就找他报仇。想到这里的比利，当即就跟大壮打过去电话，询问对方杰森的情报，随后便跟着蕾拉离开了这个令人寒心的家，来到了保龄球馆。作为比利死党的老板，一直为他留着储物柜，并且自掏腰包为对方续费会员。也只有这里才会给比利带来自信。此刻的他意气风发，眼神坚定，一遍遍地展示着自己高超的技术。然而当蕾拉试的时候，随手一丢就来了个全垒打，这也将比利内心仅存的自信心给打击掉。心情愈发烦躁的比利拿出精心准备的武器，打算今晚就开始报仇。在这之前，他拉着女孩去拍大头照，只为了在自己死后，希望蕾拉可以将这些照片逐年寄回家里。然而对方却不明白比利的用意，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，却不曾想遭到比利的训斥。
他不想在临死前辜负眼前这个姑娘。而蕾拉也察觉出对方异常的情绪，便为比利跳着独属于他自己的踢踏舞。那一刻的蕾拉就像挥着翅膀的天使，而比利和贝拉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这绝对是成年人必看的爱情电影，一段欲火焚身的激情关系喷薄而出。反复无常的男人碰上了一位冤入虎口的女子，而这位女子有着怎样的耐心，才能承受他那无理取闹般的辱骂？又该有着怎样的聪慧与脚下，才能不自觉地得到他的信任，最后再得到他的爱？两人从保龄球馆出来，比利跟蕾拉交代着那些照片的去处。可心思聪慧的女孩很快就察觉出不对，询问着男人要去哪。可比利却没做回答，离开了这里前去报仇。可打电话询问后才得知，对方凌晨2点才会出现。而这一切都被身后的蕾拉听到，她请求对方可以再陪自己吃一顿饭。就这样，他跟蕾拉来到餐厅，却不料碰到了比利的前女友。然而对方却一眼认出来比利，更是嘲笑着他的穷酸。他想带着蕾拉离开，可女孩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，两人也因此大吵一架。比利以为自己不需要他，可以气定神闲地让他走，然而他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爱上了这个女孩，于是便回到了餐厅将蕾拉带走，随后便一同来到了旅馆。比利向蕾拉诉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，可聪慧的女孩怎么会不懂他的心思？他了解比利，只怕对方去了便回不来了，于是便在对方洗澡时不顾比利的反对跟了进去，试图挽留这个内心脆弱的男人。随后两人静静地躺在旅馆的床上，蕾拉慢慢地张开手掌握住了比利的手，可没一会对方便将手抽离，随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将头埋入蕾拉的怀中，渐渐睡去。很快闹钟将比利唤醒，他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，生怕将蕾拉吵醒，可对方还是醒了。他早已明白对方一去便再也无法回来，但蕾拉依然做出了最后的挽留。 Remember, you promised you'd come back. 离开这里后，他便给大壮打过去最后一个电话，将自己储物柜里的东西全部留给对方，随后便一脸决然地来到仇人这里。最终他的子弹只在想象中射穿了对方和自己的脑袋。或许自己死后，父母在他的墓前只知道讨论橄榄球吧，可他还有蕾拉，一个希望他全身而退的女人。此刻的他不再迷茫，十分高兴地跑到甜品店，主动给店里的客人结账，为蕾拉买上她最喜欢吃的东西，回到了那个满眼都是她的女孩身边。比利的人生始终都在悲剧中打转，母亲生下他而错过了一场球赛，因此始终对他怀恨在心。为了博得母亲的关注，不惜花巨款支持母亲喜欢的球队，却因为无法支付输球的费用而带人定罪进了监狱。可害他坐牢的正巧水牛队的一员。出狱后的他被仇恨给蒙蔽了双眼。然而蕾拉的出现使比利灰暗的人生有了一丝光亮，是他看到他骄傲的只剩下保龄球，是他听到他缓慢诉说了自己的故事。蕾拉注定是要到比利身边的人，去拯救他那濒临绝境的灵魂。